学好，欢迎收看 Affordance 课程。本单元要为大家介绍 Affordance 的方法，引用 Affordance 在产品架构中的问题、链接技术功能和使用者任务的案例来做介绍。这是产品开发的流程，从用户研究到设计细节，总共分为8个阶段，其中3、4、5阶段会考量产品的 Affordance。第一阶段会进行使用者与操作的分析，第二阶段会将这些操作项目细分，第3阶段会依照产品用途创建通用的 Affordance 列表，第4阶段会使用功能任务交互矩阵 FTIM， 将技术功能和用户任务交叉比较，确定产品对用户的 Affordance 的指标。第5阶段则使用设计知识或实验研究来定义 Affordance 的解决方案。再来第6阶段，统整与布局后会发展构想。最后阶段便会确定设计细节。接下来要为各位同学介绍第3、4、5段会使用到的 Affordance 的方法。第3阶段分为前期跟后期。前期要进行的任务分析，任务分析是将前一阶段多个子任务成功的设计，必须根据很了解用户和其活动，需要深入了解满足客户需求的可能方式，包括描述用户的需求、使用过程和使用环境。有了这个可能的讯息，开发人员可以在之后的产品架构生成阶段更理解他们的设计最终会在用户手中的样貌。第3阶段后期，开发人员定义设备需要执行的整体功能，然后将其分解为子功能，以描述要解决的设计问题，分解直到它生成一个功能组织结构。该功能结构足够详细地组织顶级和低级函数，并引取搜索解决方案组件及其组合，最后会输出以用户为优先考虑的通用列表。接着第4阶段，我们会使用一个矩阵，称作功能任务交互矩阵，缩写为 FTIM， 是表示技术功能和用户在任务之间关系的模板。只要用户与正在开发的产品进行互动， FTIM 就有助于回答问题。例如，此技术是否与用户互动？如果是的话，应该具备哪些 Affordance 的属性？这是一个主观评估过程，取决于开发人员对所考虑的产品和任务的熟悉程度。在图表中，实心方块和圆圈表示对这些交互类型的确认。FTIM 中的每个任务都有2个子列，以适应这些交互类型。技术功能的任务需求还透过物理和认知交互中的总和来确定。在下面 FTIM 的第3类中，任务3和功能 B、C 和 D 之间存在3种相互作用，每种相互作用表示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没有相互点的框和其他框一样重要，因为它们表示在特定任务中缺少关系和对产品 Affordance 的需求不存在。而第5阶段是从 FTIM 每一行获得的交互元素的分组，这些分组将用来表示通用 Affordance。对于将任务分解为子任务以定义 Affordance 属性的后续步骤非常重要。下一章节会使用实例，让同学们有更深刻的印象。谢谢大家。